菲律宾总统马克思说，禁止美军在菲律宾的军事基地上对台海发起进攻，但是美国官员却进行了反对，认为菲律宾唯一的价值就是帮美军干涉台海。来看详细情况。Hello， 各位老铁，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我是虎妞。如果说之前菲律宾在仁爱礁、中业岛上对我国的挑衅，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的话，那菲律宾对美军开放9大军事基地后，事情的性质就完全起了变化。这一让美军直接在台岛周边驻军的行为，让中菲两国之间的关系更加降至谷底。因此，我国也就此事对菲律宾进行了多次的批评，要求停止这种行为。不过，这也不是菲律宾总统马克思想要的结果。马克思想要的是两头通吃，并不是讨好了美国就得罪了中国。因此，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菲律宾对美军开放9大军事基地只是为了自保，并不会对台岛产生任何的威胁。更是禁止美军将菲律宾的这些基地当作中转站，来对台海发起进攻。对于马克思的这番发言，大家也能看出来，明显是在对我国释放善意，想要缓和一下中菲之间的关系。不过日前有美国国防部高官却对菲律宾总统的话进行了驳斥。在接受美国记者采访过程中，直言表示，我并不重视这一点，认为美国之所以和菲律宾合作，就是因为菲律宾的唯一利用价值就是干涉台海。按照这位官员的话所说，菲律宾对美军开放这9大军事基地，并不是为了将它当作进攻行动的中转站，是为了美菲联盟而设立的。而美菲联盟的本质是防御性的，为了能够让美菲两国的安全威胁能够在第一时间就被察觉到，所以美菲两国正在进行信息共享，特别是实时情报共享，确保美菲制定的一系列政策和协议都能够以该地区安全形势变化的速度共享信息，从而让美菲联盟能够应对任何形势上的挑战。虽说这名官员没有直指美菲联盟，就是为了对付可能到来的台海冲突，但从字里行间的意思来看，也都知道这名官员的目的就是为了台海冲突，特别是美菲合作指南的发布，更是为如何应对南海以及台海的突发事件奠定了基础。在地理位置上来看，由于菲律宾距离台岛十分近，因此一旦解放军对台岛采取军事行动的话，那么在台岛周边的菲律宾也将会受到影响。所以说，美国在这时候就有义务加强与菲律宾的合作，阻止解放军对台岛采取的行动。像上月底才结束的史上规模最大的美菲军演，美菲双方出动了上万人的兵力，连航母都叫过来了。既然是为了强化菲律宾的防护能力，那有什么样的打击是需要这么大的阵仗来防护的？从地图上来看，距离菲律宾近的并且有这个实力的也就只有中国了。而我国一向是爱好和平，不可能主动挑起国与国之间的战争。那有什么原因是导致我国动手的呢？自然是因为台岛了。以前菲律宾在南山的那些岛礁上小打小闹，我国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不管。但现在菲律宾邀请美国人进门，已经把手伸向台海了，那我国就不能不管了。现在菲律宾对美军开放的这9大军事基地还没有修建完成，美军也没有进驻完成部署，没有对台海产生实质性的威胁，所以我国现在也只是进行口头警告。但只要这9大基地开始动工了，美军也完全入驻这些基地了，那么我国将会用实际行动来捍卫我国的国家主权。作为为美军提供基地的菲律宾，自然脱不了干系。马克思所谓的禁止美军将菲律宾的这些军事基地当作中转站来发起进攻，只是这位总统本人的一厢情愿，或者说一纸空谈罢了。如果说在未来台海真打起来了，菲律宾难道还能拦得住美军不成？虽说美军对付解放军很艰难，甚至可能说是有来无回，但是对付菲律宾还是不成问题的。本身就有驻菲美军的存在，把菲律宾的各大部署都摸得一清二楚。再来个里应外合，
菲律宾想挡都挡不住。到时候美军既然打不过解放军，那就先打个菲律宾来出出气。敢挡着美国的帝国大业，揍的就是你菲律宾。对于美国来说，菲律宾的利用价值还排在韩国和日本之后。韩国和日本好歹因为经济比较发达的原因，能成为美国的盟友，让美国不但能够吸血，还能够当工具用来对付中国。而菲律宾可不同，菲律宾这个盟友反倒是吸了美国不少的血，找美国掏钱。为了让菲律宾能够对付中国，美国都承诺掏几十亿美元，又是基建又是投资的。而付出这么多，就是为了让这些基建和投资能够成为美军在台海周边的部署，到时候为美军干涉台海增添一份力量。马克思要真指望美国人是大发善心来帮他搞防卫，还乖乖听他的话，那建议趁早还是死了这条心。